千般辛苦为传承，蜡烛成灰写赤诚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如果说敬迁董海川先生的陵墓是为了保护和传承，创建北京舞协八卦掌研究会是为了保护和传承，那么创办会刊、著书立说、挖掘整理八卦掌武术文化资料，更是为了保护和传承。在老会长李子明先生的心中有一个执念，就是绝不能让中国宝贵的武术文化遗产失传，所以他想的、他做的都是这两个字：传承。在10几年前，我收到了吉林省长春市八卦掌研究会会长寄给我的一份珍贵资料，那是子明先生当年与他的师父臧学范先生的通信复印件，其中有一封信令我特别的震惊，那是1971年子明先生写给总理的一封信。当时吉林大学教授、八卦掌传人臧学范先生正在帮李老整理八卦掌的资料。臧学范先生是怎样和李老认识的呢？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。臧学范先生1967年来到北京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八卦掌三世名家郭鼓民先生，仰慕之极。但是先生当年年事已高，转年又仙逝，于是由郭鼓民先生的高徒王其昌先生代师传艺。臧学范先生酷爱武术，文武兼修，他为东北，特别是吉林省八卦掌的普及传播和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臧先生对子明先生也特别的尊重，每到北京必登门拜访，有时就住在李老家中。而子明先生也欣赏他的才华和能力，于是将自己的手稿交给他整理。但是在特殊时期，武术还不被重视，也难以推广，所以在其中一封信中，李老特别嘱咐他，回信不要直接寄到我的家中，请寄到另一个地址，我自己再取回来。由此可见当时出书和推广武术的艰难。而子明先生致总理的那封信，中心意思表达的是中国的传统武术行将失传，八卦掌是传统武术的瑰宝，自己已将书稿整理好，看能不能由国家正式出版流传下去。信中还特别提到了在南开大学时，总理曾向韩木霞先生学习过形意拳和八卦掌。看到这封信也特别令人感动，老人家为了八卦掌这门技艺不失传，不仅呕心沥血的创作整理，而且穷尽脑汁，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找途径。董海川八卦掌最终由吉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。我在东北工作时，李老特别寄给我一本，而且在封面上题字，一方面鼓励我好好的研习，一方面指出了书中印刷上的错误。在特殊时期整理这些武术资料，也要承担一些压力和风险。当年臧学范先生废寝忘食地为李老整理书稿，也受到了家人的不解和阻拦，有一次甚至把书稿扔到了火炉中，这下可把臧先生吓坏了，一边从火炉中抢，一边嚷：“你可别烧啊，这都是李老的心血。”在我读《四牛五元》这本书中，也有一段关于出书的描写。《四牛五元》这本书写的是中国武术界4位属牛的武术人，他们是夏伯华先生、门惠峰先生、吴斌先生和张山先生。当作者采访张山先生时，谈到当时武术挖掘整理社会调研时，有这样一段描写。在调研中，有人反映北京知名拳师李子明整理了一套太极拳书稿，卫生出版社认为是体育方面的事，而体育出版社认为是医学书籍，
当时1978年没能出版。当时已经是1978年了，但是经过特殊时期，人们的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，致使93岁的武术家杨玉婷先生在公园里练拳教拳，竟被赶了出来。现在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。改革开放东风起，万紫千红春意来。2015年，子明先生的遗著终于由人民体育出版社正式出版，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。75年的积淀，22载的沉寂，3年的修润，这本《八卦掌汇宗》至今已经第4次再版印刷。《八卦掌汇宗》由中国武协原主席张耀庭先生用小楷作序，里边还有多篇子明先生的手记，十分的珍贵。一位八卦掌后学说，这本书在他们边缘小城一上架，1周便销售一空。虽然子明先生在世没有看到他的书正式出版，但是现在也足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。时过境迁，现在写书出书已经不成问题了，纸质书籍有它不可替代的功能。让我们牢记子明先生在世时经常告诫我们的：学而知之，开卷有益，学然后知不足。让我们八卦掌传人像先辈那样努力地去学习吧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故事。